海军中将时抱揍过赤犬，娶了九蛇岛女王，生下路飞。据说悬赏金已经超过50亿贝利。他就是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，手持最后一块路标历史正文的烧伤男。小时候的多拉格比路飞听话，没有当海贼寻找大秘宝的梦想，乖乖跟着卡普成为一名普通的海军。因为看不惯世界政府残暴的行径，果断从海军辞职参加义务军。后来组成革命军是要推翻天龙人的统治。当初路飞抵达马林范多就艾斯，别人都称呼他为草帽小子，只有赤犬一直说那是龙的儿子。不难看出他与多拉格之间有矛盾。难道是龙在当海军的时候暴揍过赤犬，才让赤犬不屑一切代价抹杀路飞？后来尾田在 SBS 中告诉读者，在汉库克之前，九蛇岛有个莉莉女王，她的名字叫托里托玛，最终死于相思病。海米认为那就是路飞的母亲。从年龄上看，她与多拉格差不多，到底是不是他们生下路飞很难确定。多拉格的赏金是多少？尾田一直没有公开。作为3大势力之一的革命军统帅，龙有着匹敌最强海贼和最强海军的势力。之前白胡子的赏金是超50亿贝利，现在十字工会也给了赤犬50亿的赏金。多拉格的赏金绝对不会比他二人低，还有他的恶魔果实也没有确定，目前只确定有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。尾田曾表示，破坏力最强的3个恶魔果实分别是自然系岩浆果实、超人系阵阵果实，还有一个拥有飓风过境的威力。根据对称关系，应该就是某种动物系，飓风到来都会伴随着风雨雷电。多拉格的能力或许就来自这个动物系果实。目前还有一块路标正文的下落不明，基德和黑胡子都收在烧伤男手中。那个人驾驶着一艘漆黑的船，但凡有敌人靠近他，都会被漩涡吞。从这3个特征来看，烧伤男就是多拉格。脸上的龙鳞图案对应着烧伤疤痕，飓风可以在大海上形成漩涡，还有革命军的船也是全身漆黑。如果最后一块路标正文就在龙的手中，除了路飞，谁还有能力抢到它呢？尾田公开对战斗力提升最大的恶魔果实，让赏金6000万的弱者拥有超越4皇的战斗力。说起对实力提升最大的恶魔果实，一定会想到超人系阵阵果实。他的能力者白胡子拥有世界最强男人的称号。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白胡子展现出阵阵果实最顶尖的破坏力，对大海释放震荡波，能产生将一座岛屿吞没的巨大海啸；对大地释放震荡波，能将整个马林范多一分为二，摧毁海军本部的建筑。靠着阵阵果实带来的力量，白胡子也被称为能毁灭世界的男人。帝奇对战斗力极为崇拜，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抢走阵阵果实。当黑胡子成功后，直接强调他就是天下第一。可见阵阵果实对战力提升确实大。在霸气设定没有完善之前，自然系一度被认为是无解的存在。如果找不到他们的克制关系，在自然系能力者面前简直不堪一击。曾经的海军3大将都是自然系能力者，也都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。赤犬是岩浆果实拥有者，在马林范多释放的大招流星火山，将整个战场变成熔岩火海。就连白胡子也无法抵挡岩浆果实的攻击。尾田曾在赤犬的生命卡中强调，岩浆果实拥有最顶尖的攻击力，还曾在 SBS 中开玩笑地说，赤犬是最强的大将，战斗力能抵10个白胡子，即便是海贼王罗杰兰也只能挡住赤犬一拳，接第2拳会战败。这只是尾田的一句玩笑话，不能当真，却能反映出岩浆果实真的强。为了满足海米的好奇心，尾田公开最适合草帽团吃的恶魔果实。索隆最适合吃鱼与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，也就是凯多所吃的果实。不过索隆本人不需要果实，他的3把刀或许会替他吃掉果实。最适合娜美吃的恶魔果实是响雷果实，与娜美是气候女王很般配。同时尾田还强调了，娜美吃下响雷果实后会成为海贼王最强的人。一颗果实能让当时只有6000万赏金的娜美达到超越4皇级别，可见响雷果实对战斗力的提升最大。不过攻击招式对路飞没有效果。在4皇大妈的生命卡中曾介绍过招式天满大自在天神的威力，用带有自我意识的闪电攻击敌人，是破坏力能超越神佛的攻击方式。在鬼岛屋顶时，大妈用天满大自在天神几乎秒杀了所有超新星，从此也能反映出雷电攻击才是最强的输出技能。不管是谁吃了响雷果实，都能从一个弱者变成最顶尖的强者。黄猿和绿牛被打到主动认怂，赤犬被吓得面露恐惧，冷汗直流。6位海军大将评价红发的战斗力，只有藤壶敢主动攻击香克斯强人。赤犬是顶上战争表现最好的大将，从白胡子受伤开始一通乱杀，用岩浆果实的碾压实力干掉艾斯，击穿圣平的胸膛，再次重伤路飞，一个人对抗白胡子海贼团所有队长，甚至还想干掉科比继续追杀路飞。见到香克斯用格里芬挡住岩浆拳头，赤犬终于认怂了，吓得脸颊流汗不敢动。他很清楚自己与香克斯的实力差距，但凡敢多说一句话都可能会小命不保。亲至一整场战斗都在划水，对战白胡子被乔兹撞飞吐血，攻击路飞又被马尔科一脚踹飞。见到香克斯后却没有给面子，说是冰封海面阻止罗的潜水艇逃走。
更像是在阻止军舰出海抓捕路飞。对待香克斯终止战争的提议，青雉也是默不作声，不敢应战。他知道不是红发海贼团的对手。黄猿一直默默保护着大外甥，见到两位中将朝着路飞攻击，黄猿一脚将路飞踢到白胡子手中，明明可以打脑袋，偏偏将钥匙打断。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范多后，黄猿立马举起双手给足面子，担心青雉将罗的潜水艇冰封，用8尺琼勾玉将所有冰块击碎。不过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香克斯强调乌塔是自己的家庭矛盾，黄猿依旧甩出8尺琼勾玉攻击，被香克斯用格里芬架在脖子上，立马举起双手表示认怂，担心愤怒的香克斯会取下自己的脑袋。战国是罗杰时期的海军大将，对香克斯的态度可以说非常友好。当香克斯说继续战斗只会增加伤亡，战国表示认可，没有表示反驳。香克斯说要带走艾斯与白胡子的遗体，战国立马同意，并强调会承担责任，向着世界宣布顶上战争彻底完结。之所以如此给香克斯面子，也是清楚红发海贼团的真正实力。当时的海军没有能力与之对战，绿牛与香克斯没有见面，却有过交手。接受赤犬的命令去和之国收拾残局，绿牛搞定战败的百兽海贼团后，信誓旦旦的要取下路飞的脑袋。被香克斯用霸王色麻痹身体后，绿牛露出一脸惊恐的表情逃走，也是担心自己的小命会随时丢掉。藤虎是面对香克斯最自信的大将，与黄猿一起去抓捕歌姬乌塔，完全没有理会在场的红发海贼团，打算发动攻击从香克斯手中抢人。见到香克斯发动霸王色，震晕不少中将，藤虎也只能乖乖收刀带人撤退。看完海军大将面对香克斯的态度，还会相信大将和四皇属于同一级别吗？能打败动物系觉醒者的萨博，实力有没有达到四皇级别呢？在3兄弟之中，萨博的天赋最差，有贵族血统，对实力却没有任何帮助。艾斯是罗杰的儿子，继承了霸王色霸气，17岁就被邀请当七武海。路飞有蒙奇家族的基因，恢复力和霸王色都属于最顶尖级别。不过萨博有一位好师傅，帮助他从小进行系统的训练。自从10岁的时候加入革命军，萨博一直跟在龙的身边学习。17岁已经掌握龙抓手绝技，外加武装色和见闻色霸气的用法。在德雷斯罗萨登场时，萨博已经是革命军参谋长，实力仅次于龙。第一次对战巴沙斯是在竞技场，表现出了碾压级别的实力，靠着武装色与体术的结合，用龙抓手轻松捏碎巴沙斯手臂的护具。第2次与巴沙斯战斗，是为了救处于4档副作用状态下的路飞。面对巴沙斯用艾斯的事情挑衅自己，萨博用一记火焰龙王将其秒杀。从巴沙斯差点被打死的状态来看，战斗力相比萨博的差距非常大。为了让路飞安心对战多弗朗明哥，萨博独自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。中将巴斯提尤不算弱者，手中的名刀斩蛟能轻松劈开一栋楼。萨博没有使用全力，仅仅用了一只手就捏碎了名刀斩蛟，随后又捏碎了巴斯提尤的面具，用几乎秒杀的方式击溃一位中将。对战大将藤虎的时候，萨博显得有一些吃力，靠着元素化躲避重力攻击。不过从场面上看，藤虎与萨博属于5-5开，也表明他与大将有一战之力。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，黄猿见到超新星们逃走，立马使用8尺琼勾玉阻挡，被一招火拳全部挡下。见到对手是萨博后，黄猿主动选择停止攻击。还有在剧场版黄金城中，吴老星派遣 CP0的陆琪去保护泰佐洛，萨博站出来保护路飞，与陆琪1对1战斗，也没有出现任何劣势。从后面的剧情得知，陆琪已经将恶魔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居然也打不过萨博。为了向天龙人宣战，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潜入圣地玛丽乔亚，在拯救暴君雄时暴露身份。藤虎与绿牛对战革命军的2位队长，萨博一个人跑到吴老星与伊姆所在的房间，见到他们要干掉寇布拉，在逃跑的时候被吴老星和伊姆联手击中，当时就身受重伤，眼睛泛白。如果不是寇布拉拖延时间，萨博的小命铁定会被吴老星取走。离开玛丽乔亚之后，萨博被世人称为岩壁，名气已经超越多拉格。能从吴老星和伊姆的联手攻击下逃走，也表明萨博具备一定的实力。是否可以说他的实力已经超越大将，达到了4皇级别了呢？有4皇战力的年轻雷利经历2次惨败，左眼被王者剑士砍伤，差点葬身大海。雷利的战斗力有没有4皇级别？黄猿绝对是最清楚的人。去香波地群岛处理天龙人挨打事件，黄猿与老年雷利爆发战斗，拿出天丛云剑对付雷利，脸颊依旧被划出一个伤口。反观雷利被累得气喘吁吁，依旧能分心关注路飞等人的生命安全。可见在雷利的心目中，黄猿不算什么强敌，自信能应付这位海军大将。卡普得知雷利在香波地群岛露面，提醒海军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想要抓捕雷利得做好充分准备，即便海军大将也可能会吃亏。从对战黄猿的表现以及卡普的言论，能确定老年雷利至少在大将级别。七武海制度被废除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手下抢夺汉库克的甜甜果实。雷利抵达九蛇岛后释放霸王色霸气，让不可一世的黑胡子乖乖离开。事后雷利告诉夏奇，自己已经老了，打不过拥有2颗果实的黑胡子。言外之意就是说，年轻时候的自己击败黑胡子妥妥的没有问题。虽然说年轻的雷利能打赢4皇级对手，也经历过2次惨烈的败仗。当年雷利被罗杰邀请上船时，左眼还没有疤痕。在罗杰成为海贼王的时候，
雷利的左眼已经留下伤疤。在这些年的航行里，剧情只确定罗杰海贼团参加了神之谷大战，对手是洛克斯海贼团，船长洛克斯被罗杰和卡普联手击败，船员有白胡子凯多等一众强者，将雷利的左眼打伤也不是不可能。当时参加战斗的还有神之骑士团司令官教费加兰德加林胜，他在战场上大杀四方，是一位王者级别的剑士。如果神之骑士团把罗杰海贼团当成敌人，也有可能打伤雷利的左眼。在香波地群岛时，雷利说他曾遇到过一场海难，被孩童小巴救了一命。雷利没有吃任何恶魔果实，在无风带打海王类如同砍瓜切菜，他能遇到海难只有一种情况，被强者打成重伤落入大海之中。当年罗杰被处刑，船员中除了巴基和香克斯，没有任何人到场。从海军处决艾斯的阵仗来看，会派出重兵防止罗杰的船员救人。雷利作为罗杰海贼团的副船长，必定是海军防范的重点对象。当时海军中的强者，除了卡普和战国，也就钢骨空能单挑雷利。钢骨空作为海军元帅，显然不可能亲自出动阻止雷利救罗杰。海军到底派了谁，才有可能将雷利打伤坠入大海之中的呢？在海贼王中有一个梗，香克斯吃了超人系面子果实，不管走到什么地方，任何人都需要给他一个面子。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没给面子，传承了儿子没了，自己也走了。也有不少强者表示不服，直接向面子果实发起挑战。黑胡子绝对是最早挑战香克斯的人，据说是为了抢夺橡胶果实。具体的战斗经过没有公开，结果是香克斯的左眼留下3道疤痕，黑胡子的门牙断掉几颗，直到当上4皇后，门牙也没有长出来。在顶上战争时期，黑胡子海贼团与红发海贼团再次相遇，不过这一次黑胡子学乖了，面对香克斯主动约架的提议，黑胡子只是嘴上不认怂，拿香克斯左眼的3道疤嘲讽对方，身体上却非常听话，不敢接受香克斯的挑战，带着手下乖乖逃走。成为4皇之前，香克斯一直盘踞在东海峰，据说是找某件宝贝，却一直与伙伴们调侃小时候的路飞，还趁机泡妞酒吧老板娘马奇诺。多年之后，马奇诺手中抱着一个小孩，据说就是与香克斯所生。在风车村时，山贼王西格带人闯入酒吧，完全不顾所谓的面子果实，打翻香克斯送上的酒，还当着马奇诺的面羞辱香克斯。当时的西格太过无知，拿着800万的赏金挑战赏金10亿多的香克斯，可能是马奇诺在场，香克斯不好展示凶狠的一面，就没对西格出手。可是西格不该对路飞出手，这是香克斯最讨厌的事情。最终西格被近海之王一口吃掉，也得到了挑战面子果实的下场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超新星开始变得活跃，到处挑战4皇的权威。拥有铁头王称号的基德，在所有人之中表现得最为活跃，主动挑战4皇大妈，不仅打伤了一位将星，还抢走了不少宝贝。之后又挑战红发海贼团，没见到香克斯的面，就被砍掉一条胳膊。从垃圾路的言语中可以推断出，是本贝克曼弄断了基德的胳膊。一度有不少海迷认为，基德丢掉条胳膊后，可以说是因祸得福，有着红发头，脸上还有1道疤，还断掉了左臂，妥妥的香克斯接班人。不过在和之国大战之后，基德再次遇到红发海贼团，又主动发起攻击。这一次香克斯主动出手，一招神臂将基德秒杀，是否活着还不确定。还有一个人与黑胡子一样，挑战香克斯获得了成功，他就是路飞的头号小弟巴托洛米奥，是性格残忍的超新星。当初在德雷斯罗萨出场，小巴托留着机关头，当观众的面小便，被评价为最希望消失的海贼。不过在遇到路飞后，算是被彻底洗白了，尤其是用生命保护罗宾时，不得不说真的让人感动到了。巴托洛米奥是路飞的头号小弟，也是草帽大船团的2号船长。为了宣传草帽团的名气，他闯入香克斯的地盘，甚至烧掉了红发的海贼旗。香克斯对此非常生气，从和之国离开后，也表示得去解决掉他。作为路飞的小弟，香克斯应该不会下杀手，最多是弄瞎他的眼睛，让一个爱迷路的绿头发人成为索隆的接班人。可惜小巴托不是一名剑士。如何用最快的时间看完《海贼王》1060集动画，告诉你最精彩的时刻在哪些集，也帮你剔除与漫画无关的一些剧情。第1集到53集是东海冒险篇，讲述主角路飞一人一统出海，寻找伙伴成立草帽团进入伟大航路的故事，忽悠副船长索隆成为第1位伙伴，找到乌索普当狙击手，以及第1艘海贼船梅利号，去海上餐厅找到航海中必备的厨师山治，打败恶龙海贼团，招募最重要的航海士难们。此时路飞的赏金达到3000万贝里，5个人怀揣着梦想正式进入伟大航路。第54到61集是动画原创千年龙篇章，路飞帮助千年龙回到家乡，与漫画剧情无关，可以跳过。第62到130集是阿拉巴斯坦篇，讲述路飞帮助薇薇公主击败克洛克达尔的故事。在此期间招募到乔巴以船医的身份上船，薇薇也成为草帽团的伙伴，碍于公主身份才没有出海。还有3场战斗值得关注，娜美对战妹双手指，索隆觉醒斩断钢铁的力量，击败吃下快斩果实的达兹波尼斯。路飞3次对决克洛克达尔，用血液战斗将自然系莎莎果实击败。从131到143集是彩虹色的物片，都是动画原创剧情，可以跳过。第144到195集是空岛篇，对手是自称为神的艾尼路。面对最强的自然系响雷果实，
草帽团几乎被完全秒杀。好在橡胶能免疫雷电攻击，路飞才能将艾尼路击败。第196到206集是海军要塞剧8篇，也属于动画原创剧情。第207到226集是长练岛篇，主要是对抗海贼福克西。动画组对这段剧情进行了加长，不看也不影响后续剧情的理解。第227到325集是司法岛篇，也是海贼王最经典的篇章。路飞带领草帽团闯入司法岛，击溃最强的 CP9组织，解救罗宾。在此期间，罗宾以考古学家的身份上船，弗兰奇也作为船匠成为草帽团的一员。梅利号完成使命，在众人的注目下离开。桑尼号作为新的海贼船，带领草帽团重新起航，对战 CP9的战斗也值得关注。乔巴展示了恶魔果实暴走，索隆使用鬼泣9刀流击败卡库，名刀血走被腐蚀断裂。路飞开启最强锁血挂，击败800年最强的 CP9 成员路奇。第326到335集是旗帜猎人篇，又是动画原创剧情可忽略。第336集是乔巴特别篇，为了可爱的乔巴也得去看一看。第337到381是恐怖3维帆船篇，对手是七武海莫利亚。在此期间，布鲁克以音乐家的身份上船。草帽团为了打败路飞，使用了10多种组合技能战斗。击败莫利亚之后，七武海豹军熊奉命抹杀草帽团。这段剧情值得重点看。为了船长，所有人可以不顾性命，尤其是索隆和山治，争抢着用自己的脑袋换路飞的命。索隆承受路飞对战莫利亚的所有伤痛，算得上海贼王最经典画面之一。第382到383集又是动画原创剧情，可以忽略不看。接下来就是改变草帽团命运的几个篇章。如何用最快的时间看完海贼王1060集动画？今天我们来看改变草帽团命运，让路飞发生质变的几个篇章。从384到405集是香波地群岛篇，也是草帽团差点团灭的篇章。在此期间，路飞暴揍天龙人查尔罗斯圣，让世界政府无法忽视他的存在。大将黄猿把超新星完虐一顿过后，又差点干掉身受重伤的索隆。海贼王的副船长冥王雷利出来救场，与大将黄猿来了一场养生对战。看着暴君熊将草帽团全员拍飞到世界各地，这个篇章让路飞认清了自己的弱小，即便是舍弃性命也无法保护同伴。第406到407集是动漫原创时代特别篇，路飞当捕头抓人与漫画剧情不相关。从408到421集是女儿岛篇，也是路飞享受福利最多的篇章，被一群美女完成全方位的身体清洗，又见到了世界第一美女汉库克沐浴，最终还征服汉库克陪同自己去海底监狱。女儿岛篇的后面几集也很值得关注，讲述了草帽团伙伴们在世界各地的情况，他们都想着在3天内回到香波地群岛。第422到456集是海底监狱篇，路飞闯入推进城后遇到了故人巴基，对战毒人麦哲伦差点丢掉性命，在小冯的陪伴下找到伊万科夫救命，最后联手老沙和盛平等人越狱前往马林饭多。黑胡子也在此期间闯入推进城，与路飞有短暂交手后被盛平阻止，最终是小冯放弃越狱帮助路飞逃离海底监狱。后面几集介绍了伙伴们在世界各地的行踪。从457到489集是最精彩的顶上战争篇，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带领所有部下在马林饭多对战10万海兵解救艾斯，最终白胡子和艾斯两人双双殒命。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饭多终结战争，路飞重伤后被罗的红星海贼团救走。顶上战争篇是很多海迷入坑海贼王的篇章，有顶级强者之间的精彩战斗，有战场上你来我往的运筹帷幄，也有人情世故之间的演技表现，还有为了信念不顾一切的坚持。建议详细的观看几遍，真的太精彩了。第490到504集是兄弟回忆篇，讲述路飞、艾斯和萨博小时候的故事，有路飞舍弃性命也不松口的坚韧，有艾斯绝境之下的霸王色觉醒，有萨博无可奈何的独自出海，还有得知兄弟丧命后的悲痛欲绝。从505到516集是新世界前篇，讲述路飞和伙伴们的修行情况，以及经过2年修炼草帽团重新起航。此时的草帽团已经脱胎换骨，每个人的实力得到质的飞跃，心境也磨练到一个新的高度，见到海军大将就跑的日子不复存在。接下来会是路飞称皇的几个篇章。如何用最快的时间看完海贼王1060集动画？今天我们看草帽团战斗力飞速提升，3大主力晋升神魔王的几个篇章。从517到574集是鱼人岛篇，对手是霍迪琼斯率领的鱼人海贼团，战斗力很弱，完全不是草帽团的对手。不过路飞等人展示2年修行的成果非常震撼。远古兵器海王登场就是鱼人公主白星，盛平介绍世界局势变化，赤犬晋升海军元帅。娜美和白星的亲切关系或许是古代兵器天王。第575到578集是为剧场版 Z 出的动画，与漫画剧情没有关系，可以省略不看。从579到628集是庞克哈萨德篇，草帽团对战科学怪人凯撒拯救小朋友。在此期间，路飞和罗组成同盟，目标是从明哥入手将四皇凯多拉下马。山治对战维尔哥小腿骨裂算是耻辱，索隆展示泡妞技巧秒杀雪女莫奈，最后还有大将亲自秒杀多弗朗明哥。想学习装逼技巧的可以好好看一看。第629到746集是德雷斯罗萨篇，对手是七武海唐吉诃德海贼团，
索隆对战新晋大将藤虎被打吐血，武装色碾压秒杀皮卡震撼在场强者。罗对战多弗朗明哥暴露长生不老手术，明哥展示恶魔果实觉醒吊打4档路飞。最让人开心的是萨博登场吃下烧烧果实，草帽团大船团成立让路飞距离4皇再进一步。第747到750集是银之要塞篇，可以跳步不看。从751到782集是左舞蹈篇章，草帽团成员没有太多的战斗场景，象主秒杀靠船王杰克值得看一看。最后3集讲述了海军超新星，也不属于漫画剧情。第783到877集是托特兰篇，也叫蛋糕岛篇。路飞带着半个海贼团闯入4皇大妈的地盘，布鲁克找回大号密码单，挑下洛特00，帮助娜美抓住雷云宙斯，让战力大大提升。路飞对战第3将辛克利架获得胜利，对战第1将辛卡塔库利觉醒见闻色遇见未来，最终在太阳海贼团的帮助下安全逃走。离开蛋糕岛后，路飞赏金达到15亿贝里，被摩根斯评价为第5位海上皇帝。第878到889集是世界会议篇，革命军闯入圣地玛丽乔亚，向天龙人宣战，2位军队长对战大将藤虎和绿牛，安全逃走。萨博救寇布拉被吴老星和伊努联手重伤。从890到1060集都属于和之国篇，漫画已经更新完，动画还在连载中。武士联盟对战百兽海贼团与4皇大妈，战斗规模比顶上战争更加宏大。基德与罗联手使用果实觉醒能力干掉4皇大妈，娜美的天后棒与宙斯融合击败飞6包乌尔皮，罗宾召唤巨大恶魔打败黑色玛利亚。圣平对战福兹福，得知红发抢走橡胶果实。山治觉醒血统因子成为魔神，击败大看板奎因。索隆掌握霸王色霸气，打败炎灾镜登基地狱之王。路飞学会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外加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击败最强生物凯多，成为太阳神尼卡，赏金达到30亿贝里。草帽团也正式成为4位海上皇帝之一。当众骂天龙人是垃圾，多次放水救大孙子路飞。吴老星为何不下令铲除卡普？3个原因表明5个老头不敢下令。第一个，卡普是海军的精神支柱。当年洛克斯在神之谷攻击天龙人，海军完全不是对手，被打得节节败退，直到卡普出手才将战局扭转，又联手罗杰将洛克斯海贼团彻底击溃。从此卡普被世人称为海军英雄，对年轻的海兵来说是一种精神支柱。顶上战争，卡普一拳打飞不死鸟马尔科，海军的士气立马提升一个档次。如果吴老星将卡普逮捕处决，会让海军的整体气势大大削弱。第二个，卡普强大的战斗力，我们只知道卡普打架只用1拳，殊不知没人能扛得住卡普的第2拳。曾经将罗杰海贼团多次逼入绝境，战斗力绝对是最顶尖的存在。赏金5亿的铁头功大势青椒，引以为傲的脑袋被卡普一拳锤扁。4皇守门员不死鸟马尔科拥有能抵挡一切伤害的蓝色火焰，面对卡普的铁拳也失去了功效。曾经有人怀疑卡普不会霸王色，也怀疑卡普不能拧下赤犬的脑袋。卡普用1招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海底落下，秒杀海军大将，亲自让所有质疑者闭嘴。假如吴老星下令铲除卡普，就问海军中谁有实力与之一战，出动3位大将也未必能无伤逮捕卡普。当年在马林范多处绝罗杰之子艾斯，海军集结10万精锐对抗白胡子海贼团。所谓的最强战力海军3大将，面对世界最强男人明显弱了一个档次。黄猿的8尺琼勾玉被马尔科挡下，亲自自认冰冻对阵阵果实无效，赤犬使用计策重伤白胡子，自己也被打入地面之下，差点丧命。见到香克斯带着红发团抵达战场，包括战国在内没一个人敢应战，可见海军缺乏最顶尖的战斗人员，更加不可能铲除战力天花板卡普。第3个，担心卡普反水成为敌人，在海军中出现过不少叛逃者，亲自离开海军加入黑胡子海贼团。泽法离开海军组建了一支军队，跟他一起离开的还有曾经的学生。卡普在海军中的地位远超泽法，一旦卡普反水对抗世界政府，与他一起离开海军的人必定会有很多，不仅让海军的整体战斗力削弱，还会让海军多一个强大的敌人。卡普的儿子是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，拥有一支能对抗天龙人的军队，孙子是现任4位海上皇帝之一的路飞，还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尼卡。一旦卡普爷孙3人联合起来，推翻天龙人的统治，轻而易举。如此来看，铲除卡普百害而无一利，吴老星自然不会做这种傻事。经历过我的童年，你未必能活得下来。这个要当海贼王男人的精神小伙，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童年？小时候的路飞与孤儿没什么两样。母亲是谁至今没有露面，老爸是革命军首领多拉格，搞了一支军队要推翻天龙人。爷爷是海军英雄铁拳卡普，在外面带着一群海军锤海贼，回家还会朝路飞脑袋上来2拳，美其名曰爱之铁拳。为了让路飞成为优秀的海军，卡普对他开启了魔鬼般的训练，丢进1000米的深渊之中，流放到黑夜的雨林之中，绑在气球上放飞到空中，让路飞与一群猴子战斗，打输了又会朝脑袋上砸2拳。训练过后，路飞也会到酒吧消遣，与红发海贼团的人混在一起，吵吵着让香克斯带他出海。山贼王西格带着小弟来买酒，香克斯主动送上1瓶酒示好，被一拳打碎，还遭到一番羞辱。西格可是赏金800万的大山贼，香克斯这等海贼被他干掉过50多个。路飞见到香克斯没有还手，非常生气，化愤怒为食量吃下恶魔果实，成为能自由伸缩的橡胶人。
事后路飞找到西格讨要说法，脑袋却被对方狠狠踩在脚下。香克斯带着所有伙伴及时赶到，小卡拉米跑出来用枪指着他的脑袋。垃圾路率先开枪干掉一个人，本贝克曼紧随其后撂倒所有敌人，还是让西格逃到了大海之上。近海带鱼突然出现吞掉西格，香克斯为了救路飞丢掉左臂，听到路飞说了与罗杰一样的话，香克斯将自己的草帽托付给他，激励路飞成为一名大海贼。卡普回到风车村后得知此事，将路飞托付给好友达旦抚养，还嘱咐艾斯与他好好相处。路飞想要融入艾斯和萨博的圈子，每天跟在两个人后面弄得一身伤。为了保护萨博与艾斯的秘密基地，路飞被海贼吊起狠狠揍了一顿，生命受到威胁也没有透露半个字。从此三个人成为生死相交的兄弟，相约在17岁出海成为一名海贼。萨博为了逃离贵族的肮脏生活，迫不得已在10岁时独自出海，遇到天龙人遭受炮击沉入大海。艾斯告诉路飞要完成萨博的愿望，在那之前他们必须变得更加强大。艾斯比路飞大3岁，率先出海，不久便成为报纸上刊登的大海贼。3年之后，路飞向养母达旦告别，一人一船一桶出海追寻梦想。遇到那条咬掉香克斯胳膊的带鱼，路飞奋力一拳将他揍了一顿，为香克斯报完仇后，开启成为海贼王的梦想。在罗格镇的武器店中，老板伊本松告诉索隆，每一把妖刀中都住着恶魔，他们会诅咒使用者让其丧命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更三郎曾对小时候的索隆说过，刀是一种凶器，会有自己的性格。当剑士无法征服他们的时候，就会称之为妖刀。鬼彻系列的妖刀一共有3把，初代鬼彻的品阶最高，属于无上大快刀12弓，它的主人还未确定。据说是五老星中的光头剑士，他是掌管财政的武神，还是一名动物系果实能力者。即便索隆觉醒了霸王色，也很难打赢这名光头剑士。2代鬼彻的品阶稍微低一些，属于大快刀21弓，凭借刀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，路飞断定那是一把好刀。不过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并没有展示2代鬼彻的特别之处。路飞被凯多用雷鸣八卦秒杀后，2代鬼彻也不知去向，最后还是小菊将他归还给了断刀匠飞彻。3代鬼彻是鬼彻系列中品阶最低的一把，属于凉快刀80弓。索隆刚拿到3代鬼彻时，靠着强大的气魄将其征服。在鬼岛屋顶的决战中，索隆使用3把刀砍伤凯多腹部。3代鬼彻的品阶低，在之后的战斗中大概率会换掉。炎魔绝对是最凶狠的妖刀，品阶是大快刀21弓，它能擅自释放使用者的武装色，让他们的霸气耗尽而丧命。更三郎作为炎魔的打造者，评价它是一把能毁灭地狱的刀。光月玉田是第一个使用者，曾在凯多的腹部留下过伤疤。索隆用黑刀秋水换来炎魔，刚拿到手时武装色差点被吸收完。与炎灾镜对战，炎魔再次出来捣乱，差点让索隆在战斗中丧命。最终索隆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才将妖刀炎魔彻底征服。罗手中的鬼窟也是一把妖刀，具体位列什么品阶还未公布。罗主要依靠手术果实战斗，鬼窟在他手中没有表现出特殊功能。在鬼岛对战四皇大妈，罗将手术果实的 room 附着在刀上，鬼窟变成一把4000米长的大刀，贯穿四皇大妈的身体，让刀身自由伸长和缩短。或许就是鬼窟具备的特殊能力。汉尼拔手中的吸血，据说也是妖刀，并没有吸血的能力。吸血的外形是一把制刀，战斗中能从刀的两端冒出火焰，对战斗力提升并不大，看起来像一个搞杂耍的演员。真正的剑士不会吃恶魔果实，溪流却吃下了透明果实。作为索隆必须打败的敌人，溪流的配刀大概率是妖刀，它的名字叫雷雨，散发着一股让人胆寒的红色血光。每次斩杀敌人后，都会有雨水从刀身流出冲刷血液，很像是吃了和雨水相关的自然系恶魔果实。溪流为什么会嗜血成性？或许是被雷雨反噬导致。期待索隆和溪流的最终决战，那会让索隆的实力再进一步。在众多大佬眼中，白胡子到底有多强？巴雷特公开他丧命马林范多的原因。战国与白胡子战斗几十年，也最清楚对方的战斗力。白胡子刚刚抵达马林范多，战国立马让海兵警惕起来，就算人数上比对方多，也可能会成为失败的一方，因为白胡子是最强男人，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卡普也是海军中的老兵，对白胡子的实力也算知根知底。见到白胡子引发巨大的海啸，也露出了非常紧张的表情。青雉有点看不起白胡子，用冰河时代瞬间冰封巨大海啸后，立马向白胡子发动攻击，结果被震荡波从空中击落。第二次交战将白胡子冰封，却感叹震动无法被冻住，也是认清了双方的实力差距。被钻石乔兹撞飞后吐血，黄猿对白胡子也有一些轻视，居然想着擒贼先擒王，甩出的大招八尺琼勾玉完全无效，还被马尔科一脚踹飞。面对被赤拳打成重伤的白胡子，黄猿的态度略微有点轻视，用激光射穿老爹的胸膛后，还不忘用言语进行一番调侃。赤拳嘴上不认同世界最强男人，却不敢与健康的白胡子对战，利用罗杰与斯库亚德的仇恨，让白胡子的胸口被剑贯穿。此后赤犬的战斗表现非常好，用岩浆拳头重击白胡子的胸口，还强调白胡子是一位失败者，不敢与罗杰战斗争夺王者之位。赤犬也为他的傲慢付出了代价，干掉艾斯后差点被老爹打入地下丧命。罗杰是站在世界最顶点的男人，曾经在无名小岛遇到白胡子海贼团，
不顾雷利反对，也要与白胡子厮杀，也是认可对方与自己有一战之力。雷利让罗杰避开白胡子，也是相信白胡子有实力对他们造成威胁。香克斯从小就在罗杰船上，与白胡子也算是老相识，曾经与巴基一起叫嚣着取下白胡子的首级来证明自己。为了让艾斯不去追杀白胡子，香克斯一个人登上莫比迪克号，与白胡子正面交战一点不怂，是认定自己不比世界最强男人弱。在马林贩毒，香克斯宁可与10万海兵为敌，也要带走白胡子的遗体。事后他对马尔科说，白胡子是值得尊敬的对手，也是认定他很强。得知白胡子在顶上战争丧命，凯多骂他太无能，没能救出艾斯，看似对白胡子的实力不认可，也是叹息没有亲自干掉世界最强男人。巴雷特也曾在罗杰船上待过，对白胡子的实力也非常清楚。面对路飞时，巴雷特强调白胡子只是一位拥有怪力的老头罢了，思想上非常幼稚，为同伴丢掉性命才不能做世界上最强的人。50年前杀害布鲁克的人终于找到了，黑胡子已经将他干掉，抢走了恶魔果实。刚刚加入草帽团时，布鲁克就是一个不正经的糟老头子，每次遇到危险都表现得非常害怕，一副胆小如鼠的样子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美女，都会问对方穿了什么颜色的胖子。在2年的修行中，布鲁克看似虚度光阴，却找到了大号的密码。去蛋糕岛接山治归队，布鲁克单挑4皇大妈，打伤2个霍米兹，偷偷拿到历史正文的踏本，还睡了4皇大妈，这是做的体面。来到和之国对战百兽海贼团，一招秒杀飞6包黑玛利亚的全部手下。如此强悍的布鲁克，在50年前的赏金已经达到3300万贝利，不能说是最顶级的强者，也算得上战斗力不错的海贼团吧。却在魔鬼三角地遭受攻击，全团人员被病毒武器攻击后覆灭。布鲁克靠着黄泉果实捡回一条命，可是身体却变成了一副白骨。在50年前有名的海贼团中，我们知道的就是洛克斯海贼团，他们由一群嗜血如命的强者组成，为了财宝，船员之间也可以互相残杀。船长洛克斯有不输罗杰和卡普的实力，在神之谷战败后葬身大海。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也是其中之一，战斗力能匹敌罗杰，后来成为4皇。还有吃了飘飘果实的金狮子，组建了不输罗杰的飞空海贼团，曾经在艾特沃尔海战中差一点击败罗杰，可惜败给一场暴风雨。4皇大妈从小就是强者，靠着深挖果实一步步组建4皇海贼团。凯多吃下大妈给的鱼与果实青龙形态，靠着强悍的实力组建百兽海贼团。王直和银斧至今还没有登场，据战国说也是传说级别的海贼。如果是他们攻击伦巴海贼团，干掉布鲁克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不过伦巴海贼团是被病毒攻击，纵观洛克斯的成员中也没有用病毒攻击的人。在凯多的百兽海贼团，第2大探版奎因喜欢研究病毒武器，制造出能人传人的冰鬼武器，如同瘟疫般传染，让敌人中毒丧命。可是，在50年前，奎因还没有出生，不可能是杀害布鲁克的凶手。在和之国大战完结后，黑胡子带着手下兰杰罗的红星海贼团，船医毒 Q 也参加了战斗，用病果实的能力让罗变成女性，使用像奎因一样的病毒攻击，毒 Q 也应该能够做到吧。结合布鲁克遭受病毒攻击身亡，杀害他的人可能是上一任病果实能力者。这样来看，黑胡子算做了一件好事，帮助布鲁克把仇给报了。